李长寿双手揣在袖中，拂尘躺在怀中，含笑跟在龙首老者身后，去了西海龙王所在的主殿。3位天将并未进入龙宫，见到了西海龙王，李长寿直接说明来意。龙王爷，此次小生前来是为了问询一事。那日遇害各位龙子，还对贫道化身出手的狐獴凶兽，西海龙宫可查到了踪迹？这就是灭蝉计划的第一步，龙宫调蝉。西海龙王听得此问，叹道：不瞒海神，一无所获。哦。李长寿略微皱眉，最少也应该查出他是何时混入的龙宫，又是如何跟几位殿下相识的吧？这个……西海龙王抚了抚胡须，此事吾确实派人查过，也亲自问询过小儿敖氏，确实一无所获。只知这凶兽是一只6翅金蝉，这只凶兽五行属金水，染乾坤神通，曾在远古时为祸一方，后被赶出混沌海中，且这只6翅金蝉背后也有人为他遮掩天机。言下之意已是点明金蝉的西方背景。李长寿又问：这金蝉的下落当真没有半点线索？西海龙王缓缓摇头，并道：吾这就命人全力搜查。罢了，不必劳烦。李长寿站起身来，对着西海龙王拱拱手，面露不悦，转身朝着殿外而去。西海龙王起身想要挽留，话到嘴边也是说不出口。西海这状况，他龙王如何不知？不过是有心无力罢了。此时不动还可以维持原状，暗中较劲儿，若是一动，西海龙宫自此一蹶不振。李长寿行到殿外，似乎是气消了一些，转身对西海龙王做了一个道揖，淡然道：龙王爷，金蝉伤我化身的这笔账，我自会找他清算。今日多有叨扰，还请龙王勿怪，小神告辞。言罢转身而去，将不满2个字直接写在了脸上。这……西海龙王只得坐在宝座上一阵轻叹，却也多做不了什么。与此同时，西海龙宫的一处角落中，一名仙蛟兵注视着李长寿离开的背影，目中凶光一闪而过。出了水晶宫，李长寿与那3位天将会合，有天将向前问询：海神，可寻到那凶兽的踪迹了？西海龙宫未能查到什么，劳烦3位跟着跑一趟了。本以为龙宫会对此事颇为重视，没想到只是如此的结果。又有一位天将道：海神，那日元帅伤到了此凶兽，此时正是去寻他晦气的好时机啊！欺负咱们海神的化身算什么本事？当日元帅一个眼神就把他打成了重伤。今日咱们仨兄弟来了，定要让这个凶兽伏诛。不错，这凶兽奸诈狡猾，欺软怕硬，当真是该杀。善。不如这般，3位跟我去此前与那凶兽照面之地查看一番，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。3位天将尽皆称善，4人离开西海龙宫，驾云朝万里外行去。上钩了没有？某个阴暗的角落中，李长寿沉吟几声，先时观察各处，心底突然就响起了塔大爷的嗓音：小家伙，你被盯上了，那是你要找那凶兽不？长了3对翅膀，把自个儿染得金光闪闪的，可后面正跟着呢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化形后长得还挺俊。李长寿精神一振，他虽然察觉不到金蝉子的踪迹，但是圣人老爷的灵宝所说的话语自是做不得假。这金蝉还真的是有恃无恐，而且对激将之法的免疫力几乎为零。李长寿不急不忙，按照计划行事，
他和3位天将很快就抵达了此前与金蝉子遭遇的海域，在此地细细的搜索。这番搜索自也是无果，正如李长寿所料的那般，金蝉子并未直接现身，而是在暗中持续潜藏，似乎也在犹豫。那就多加2把火。李长寿道：“3位，这般搜寻下去，当真是如大海捞针。他此前在这里吐了不少血，但是此时已是难以搜寻其气息了。海神，那该如何呢？”贫道打算去犀牛贺州灵山，直接找西方教质问此事。西方与咱们天庭争龙族之运，这金蝉竟然直接对贫道出手，太过咄咄逼人。贫道好歹还有一层人教弟子的身份，当真是要问问西方之人，他们家养的这凶兽还有没有规矩了。家养的凶兽。海底某处乾坤缝隙中，那面容清秀的青年道者手背青筋暴起，嘴角不断的抽搐，目中的凶光越发凌厉了。海面上，李长寿与那3名天将驾云径直赶往犀牛贺州。乾坤缝隙中，金蝉子的面色连续几次变化，虽然恼怒，却依然在衡量，如果让海神他们去到灵山闹腾一番，会对自己有哪般影响。但是金蝉子思索之余，下意识的就暗中跟了上去，丝毫不担心他会暴露。金蝉子自然能够看得出来，这海神依然还是化身，并非是海神本体，不然他也不必如此犹豫，早已经出手将对方斩杀了。那3名天将，金蝉子丝毫没放在眼里。不多时，金蝉子有了决断，不能让他们去灵山，哪怕对贫道并无影响，也会让几位副教主怪罪贫道做事不力，影响到贫道的拜师之事。金蝉子目中凶光大盛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却是有些头疼了。此刻藏在自己道躯之中的塔大爷正在发挥着人教灵宝传统技能唠叨：“不是你躲着做甚呢？你翻身打呀！你有本塔在，你怕个什么啊？这就是一头大罗境的凶兽，准圣人都算不上，他能伤到你一根毛啊？你想想，以前妖皇那也算一号人物，咱照着大法师，不还是怼着人家妖皇没脾气？这是人教，你懂不懂啊？哎呀！”阴暗中，李长寿努力保持微笑，尽量不被玄黄塔影响到自身。毕竟能被玄黄塔这般数落，那可是旁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呀。而李长寿也不由得脑补了这般画面：上古大战时，玄都大法师头顶玄黄塔，背靠太极图，执掌乾坤尺，脚踏烽火蒲团，与妖族皇者大战于天地间，打得风生水起，天地震颤。而实际情况是，大法师的心底，玄黄塔在说：“你搁这干啥呢？你给我往死里整他呀！你行不行啊，大徒弟？”太极图在说：“别给本图面子，撞他么样的，撞他个东皇庄这小破钟，不跟着他大哥二哥混，住个妖皇能有什么出息啊？”乾坤尺说：“哎呀，侬不用担心的，俺俩不是自保，也是能打得动他的噻。”烽火蒲团说：“跟了几个打国魂，拔死了恨。”李长寿的喉结颤了颤，一时之间有些不忍直视，赶紧将心底的这些画面都抹掉，免得起什么魔障。突听塔爷又是一声呼喊：“来了，他要动手了，你转身呐，你弄他丫的！”听闻玄黄塔事情，李长寿的心神紧绷，先是捕捉到了乾坤出现的一缕扰动。乾坤指天地或者是阴阳两个对立面，洪荒多引申为空间之意。海面之上，无形之间，仿佛有一把刀刃在极快地逼近他们4人。当心！李长寿一声大喝，云上的4道身影朝着前方急窜。3位天将同时施展出风遁之法，身影化作3缕青烟消失不见。李长寿却转身主动迎向了金蝉子发动突袭的方位。他堪堪收起拂尘，
一把镀满金光的薄刃诡异地出现在李长寿的眼前，拉出一条细细的金线，斩向李长寿的脖颈。刀刃之前，乾坤出现层层涟漪，如若水波荡漾，竟然还有几分唯美之感。杀戮连连，今时不同往日，李长寿岂会坐以待毙？他左手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颗水蓝色宝珠，这宝珠微微闪烁，李长寿的身形竟然化作了一团海水。金色宝刃毫无阻碍地从水中穿过，毫不着力。待宝刃划过之后，这两股水流再次融合，重新化作了那白衣白袍的老神仙，浑身上下毫发无伤。李长寿抬头看向远方，目中带着轻微的笑意。他手中的那颗宝珠正是多宝道人所赠五行灵珠之一。此刻那三名天将已经是没了踪影。百里之外的海面上，金蝉子负手而立，嘴角一撇，嗓音略带讥讽：要找贫道何必去灵山？怎么，海神这次愿意与贫道谈谈了？李长寿的右手多了一把灵宝长剑，左手扣着水灵宝珠，淡然道：金蝉，今日贫道来寻你，自是要找回此前被你落下的面皮。前次你既已对我出手，也莫怪今日我心狠。金蝉子那双狭长的眼眸满是笑意，悠然道：海神，你与那三名天将前来，莫不是觉得贫道痴傻，猜不到那三名天将也是你的化身，此刻正赶去前路布置埋伏。原本贫道以为海神你足智多谋，心机深沉，与贫道也算是同道中人，不曾想今日倒是暴露出你修为低弱，不识妙法，你也不过只是有几分算计而。你话真多。金蝉子话语一顿，目中火光更增，杀意翻涌。李长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深州的仙力开始迅速翻涌，脚下的大海涌出浓郁的水灵气，灌入李长寿左手的宝珠中，似乎已是要正面一战了。此时向东3万里之外的海岸上，那三名天将刚刚抵达此地，这才开始迅速布置一方大阵，倒是与金蝉子所说一般无二。金蝉子目中讥讽愈浓，背后缓缓浮现出6只金色薄翼，身形被浅浅的金光笼罩，竟然有几分说不出的神圣之感。李长寿的心底毫无波动，甚至还有点想笑，哈哈哈。金蝉子右手缓缓扬起，背后的薄翼张开，其上出现了数百只光斑，而光斑之中一柄柄薄刃缓缓凝成。海神，你这4具化身，贫道今日就收下了。话音刚落，金蝉子右手有些无力的前挥，光翼绽放，数百只薄刃破开乾坤，带着一阵刺耳的厉笑，斩向李长寿的身形。李长寿此刻将仙力提升到了某个临界点，面对着漫天的金光，看着那诡异出现在自己身前的一柄柄薄刃，嘴角轻轻抽搐。五行轮转，合而归一，水自长流，生生不绝。就在这一刹那，玄黄塔的灵念传到了李长寿的元神，投射出一句淡定的话语：小家伙你放心啊，就是一具化身，咱也给你兜。玄黄塔的灵念还没有传递完全，李长寿袖口的一个小布包中刚要闪烁出微微的光亮，但是李长寿的身形轻晃，竟然啪的一声化作了一团清水，直接炸散。这个时候当然是要施展水遁了，数百只薄刃乱斩，此地海面出现了道道交错纵横的沟壑，乾坤动荡，灵气翻涌，转眼风云变色。而李长寿的身形却从千里之外冒了出来，留下了一阵大笑声，转身赶往三名天将正在布置的大阵。虽然是在逃遁，但是莫名的有一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气。金蝉，你可敢追来？海神！金蝉子咬牙怒斥，背后6只金色蝉翼轻轻地颤动，身影在海面上消失不见，只留下几声刺耳的风笑。
就听方圆万里响起了金蝉子的怒吼声：“你当真以为自己能逃？”李长寿眉头一挑，这一具指导人的仙力爆发，将袖中的波动完美掩盖住，融于海水中的身形突然加速。金蝉子这仙力凝成的呼喊声竟然渐行渐远了。这么快？在后面急追的金蝉子也是一愣，旋即怒色更盛，背后6只蝉翼开始有节律的挥动，每次蝉翼挥动，他的身影就朝着前方闪烁一次，又在原地留下一圈如大号烟圈般竖直荡开的波痕。但是金蝉子愕然地发现，自己此时虽然能够追得上这海神，但却要在数万里之后。这海神的遁法，莫非是因为在大海中有天道之力的加持不成？金蝉子这次还真是猜对了，猜对了半成。李长寿的指导人的仙力波动此时只是打一个掩护，真正施展水遁的其实是躲藏在指导人袖中的本体。这还是第一次李长寿全力挥洒仙力，施展出自己最得意的神通术法水遁之法。万里不过是转瞬，正常景色几乎被扭曲。得了水源灵珠的加持，有海神神力包裹，被他度过金仙劫后就不断的研究改善的水遁大术。这一刻，李长寿的心底似乎有一个小人在高声的疾呼：只要我遁得够快，就不可能有神通可以砸得中我。而此时发生的情形，在李长寿最开始制定这一套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料。埋伏地点是他精心计算后得出的方位，并充分考虑到了金蝉子藏了部分修为的可能性，一切都在朝着李长寿推演的方向发展。就是心底正在遭受某位塔爷的精神攻势。啥玩意儿就跑？打他，打不就完了？你这小娃娃咋跑这么熟练呢？你有这实力，你回头跟他打不行吗？咱是天地玲珑玄黄塔，万法不侵，非杀伐之宝不可破。你这么跑，你真的让咱这挺尴尬的。